给大家讲个鬼故事。还有12天，你就又老了1岁。作为一个刚满18岁没多少天的年轻小伙，我就发现这一年除了让我又忙又累又没有钱，又老又胖，头发又少，再也没有其他变化。同款的宝子可以打个1，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Hello， 宝子们，我是星河。如果你也在忙碌又没有收获的感觉中度过了2024年，我把我自己总结的一些感悟分享给你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咱不是爹味说教啊，只是希望通过我个人失败的经历，让大家少走弯路，也希望大家在2025年变得更好。你有没有觉得过得很拧巴？就好像周围全是看戏的观众，你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而唯独不能扮演自己。其实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别人。说个有趣的现象，2021年的整形需求比2019年增加67%，比2020年增加130%，而原因竟然是新冠。特殊时期，社交从面对面变成面对屏幕，两者唯一的区别是，你除了能看到对方的脸，还能看到对方注视下的自己的脸。当我们开始关注别人视角下的自己，就会把自己当成基于外表被观赏和评价的物体，那些原本不存在的缺陷也就慢慢显现和放大。今天有没有化妆？最近是不是胖了？我笑的怎么这么难看？久而久之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角，而是内化出第三者来监视自己。这个过程被称为自我客体化。但它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这要从一件泳衣说起。假设你穿泳衣去考试，即便全程没有人看到，你的成绩也会下降。这是心理学家弗雷迪克森设计的泳衣实验。暴露身体会让你感觉在被别人凝视，而这种被凝视感又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，就会发现凝视几乎无处不在。老师、家长对你的各种要求，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评头论足，公司领导软硬兼施的 PUA， 短视频里帅哥美女的长相和身材，广告里那些所谓的爱自己、有品位、被尊重的营销概念。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缓慢，但当社会凝视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内化，人们就再也脱不掉那件泳衣，一边接受凝视，一边凝视别人，所以就会有这种拧巴的感觉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擅长什么，想追求什么。我们活成了可以屈从所有人，但唯独委屈自己的 NPC。 当然了，一个好印象可能会给工作、生活、社交带来隐性收益。我捯饬的干净利索坐在这儿，没准宝子们会给我点个赞，对吧？这个度就在于收益能否覆盖我们付出的成本。大量研究表明，自我客体化会引起抑郁症、容貌焦虑、身材羞耻、社交障碍、认知下降、饮食失调、心流体验减少和身体感知迟钝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那就要考虑拒绝配合别人的凝视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所有你不在乎的、有可能凝视你的人都想象成 NPC， 慢慢的在大脑里强化一个信念：你唯一需要讨好的就是你自己。自从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发现焦虑内耗的情绪少了很多，整天没心没肺，快乐加倍。所以宝子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今年你是不是又没攒到钱？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我也是。我就发现，不管经济上行还是下行，不管兜里有钱还是没钱，消费市场总有办法让我们把钱都掏出来。不过在把钱掏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也看清了资本惯用的消费陷阱，比如凭空创造需求，一件羽绒服主打保暖只要500块，加上防风、防水、防割裂，立马涨到2000。如果再加上能够在极地条件下穿着，价格又翻1倍。你说谁会穿着它跑到南极试试有多暖和呢？但当人们为听着牛逼实则没用的卖点支付高溢价之后，他们会产生颅内高潮。比如划分社会层级，你说你很有实力，年入100万，出入豪宅，但你总不能见个人就给人看你的银行存款吧？所以消费就成了标榜身份最简单粗暴的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消费者，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地认同这样一个统一剧本，并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分成3、6、9等。再比如最近又兴起的长期主义消费，表面劝大家不能乱花钱，其实是反向怂恿你买贵的，告诉你不要追求性价比，而要追求质价比。再搭配长期主义的爆款标题，终于戒掉了精致穷，我的极简消费观能用10年的叉叉叉，分分钟给你洗脑，人到中年不能吃便宜的苦。但实际上，等你入坑就会发现，哪有什么长期主义？你戒掉了平替，却做不到极简。买了贵的包包就想买贵的衣服，买了贵的衣服又想买贵的鞋子，没有哪个消费者能抵挡住这种狄德罗效应。不过我不是劝大家省钱啊，而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个事儿，想让大家知道，钱真正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购买快乐。以前我也喜欢花钱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长大了就总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，所以上班3年，我光荣的存了12.5块。
而且这种动不动就梭哈，甚至提前透支的习惯，根本谈不上消费体验，更像是牺牲体验来完成消费。后来有一次牙疼，不得已向朋友借了1000块钱，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如果遇到风险，我完全没有抵抗能力，只能等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换个角度来想，钱不是花出去才有意义，那些没有花掉的钱，能给我们时间上的自由、生活上的掌控，还有跟世界博弈的资本。按照消费主义的定义，不花钱我们是新穷人，但花钱我们是真穷人啊！所以宝子们，千万不要掉入资本的消费陷阱，把钱留着，我们永远是资本的准衣食父母；把钱给他们，那我们是什么，就真的不好说了。大家想一下，2024年的你有哪些值得回忆的地方？我先说，好像一直在工作搞钱，完全没有能让大脑一闪的瞬间。现在我们把时间拉长到2065年，那个时候可能上炕都费劲了。再来回想一下，30岁工作搞钱，40岁工作搞钱，50岁还在工作搞钱，这样的人生是你想要的吗？可事实上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是过了几十年不同的一天，而是把同一天重复了几十年。《最优解人生》里有个很棒的故事，作者的父亲在临去世的前几年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生活少了很多乐趣。于是作者送给他一个特殊的礼物，一个平板电脑，里面存放了一些父亲年轻时参加橄榄球比赛的视频片段。他父亲非常惊喜，拿着平板反复观看，看年轻时的自己，也看曾经的队友，在重温回忆时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这让作者产生了一种感悟：人生其实就是不断收集回忆的过程。当我们老到走不动的时候，能陪伴我们的也就只有回忆了。而这些回忆正是之前的人生中每天、每月、每年，或者一生中只有一次的那些体验。人生就是体验的总和，人生的充实程度也取决于体验的丰富程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不断的重复工作搞钱，或许会让我们离真正的意义越来越远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是不是真的快乐？所以在追寻某一种人生的时候，不如时不时停下来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大家发现没？很多人每到年底都有一个重置自己的过程，翻开当初立的 flag， 然后安慰自己，上一年没看完50本书，没把英语学好，没拿到叉叉资格证就算了，下一年一定要做到。然后每年都重复这个过程。以前我也是这样，但后来我发现，靠强迫自己自律，永远没办法自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搞错了自律的本质，陷入了2个误区。第一个是与本能对抗，大脑有个重要的特点是稳定。当我们处于一种比较安逸的状态时，它会把这种生活轨迹定义为基线，任何偏离基线的行为，特别是像看书、学习这种跟自虐一样的，它就会识别为异常，并释放一致性神经递质 GABA， 让你觉得痛苦，以此来阻止你继续自虐。这个时候你就跟平常一样，开始用意志力逼自己，结果就是你越逼自己，大脑就越排斥，越释放 GABA， 你也就越痛苦，越得逼自己，这是个死循环。任何跟本能对抗的行为都不可能长期坚持。第二个是意志力自信，你太相信自己的意志力，所以你可能会躺在床上看书，手机就放在旁边，还听着音乐，这哪是学习啊？你那分明是度假。有一项研究对205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1周的调查，每个人都配备了一个随时可能响起的蜂鸣器，而每当蜂鸣器响起，研究人员就会问他们当时面临的诱惑、欲望的强度以及做出的自我控制。1周后，根据7827份报告，研究人员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：那些擅长自控的人，不是因为控制力强，而是受到的诱惑少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儿，不是靠意志力，而是采取了一种简单高效的策略。知道这2点，我们就可以因势利导地驱动大脑，无痛自律。给大家分享3个小技巧。1. 从最小行动开始。大脑基线是有一定缓冲区的，当你在缓冲区做出改变，它就不会排斥。比如你要减肥，每天就做2个俯卧撑，没错，就做2个。这里面有一些心理学原理。首先，动作越小，阻力越小，越容易启动和坚持。其次，你真开始做俯卧撑了，由于大脑的稳定性，你可能就会多做几个。最后，你发现自己每天竟然能超额完成任务，成就感又强化了你的动力，你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2. 杜绝一切阻力。当你在执行最小行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所有可能干扰你的因素都排除掉。比如，你每天看2页书，那这5分钟内就完全隔绝手机、零食和室友。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打造一个学习区，这样每天你一坐下来，大脑就知道你要干嘛了，会提前进入状态。3. 把失败当成奖励，真要哪一天没能坚持下来，减肥没忍住喝了一罐可乐，今天太累了没有看书，千万不要自我 PUA， 那样只会给自己增加压力。你不原谅自己，负罪感会促使你寻找安慰，
你也就更容易造成下一次破戒。反过来，你就把这些失败当成一次奖励，这并不会降低你对自己的要求，反而能让你更好地应对挫折，在自控的压力面前更有弹性。你有没有看过自己手机屏幕使用时间的数据？估计很多小伙伴每天都在6个小时左右。咱们粗略的算一下，每天6个小时，一年是2190小时。除去每天睡觉的8个小时，相当于一年当中有136天都盯着屏幕。现在知道你每年重置自己的原因了吧？刷手机最大的危害并不是夺走我们的时间，而是下面这几个。你有没有这些症状？不带手机没办法上厕所，在地铁上不看手机就不知所措，晚上睡觉前不刷一会儿也睡不着。恭喜你，你可能成瘾了，而且这个成瘾完全是人为操控的。2021年，浙江大学有一项研究，通过影像扫描正在观看短视频的大脑，来确定他们的依赖程度。研究很有意思，每个人观看的短视频有2类，一类是没有算法介入，完全随机的，简称 GV； 第2类叫做 PV， 相当于你已经刷了很久，算法对你的喜好一清二楚。结果发现，当我们刷到定制的 PV 时，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，让我们产生快感；而当视频停止，被密集爽点暴击的大脑会像戒断反应一样失落。国外已经有了用来形容短视频沉迷的大脑 TikTok Brain， 而这个 TikTok Brain 跟正常大脑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当我们阅读的时候，大脑会把文字情节模拟一遍，也就是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具象化的场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脑的视觉皮层要在几毫秒内快速识别文字，转换成便于理解和存储的视觉图像。你看的书越多，大脑越擅长解析文字，也就越容易理解深度内容。但刷手机就不一样了，图像、声音、触摸屏幕，调动了更多感官的参与。为了应对持续的刺激输入流，大脑会建立一个灵敏的响应系统。这样一来，深度阅读的能力就被弱化了。另外，图像、视频这种形式的呈现，大脑就不用解析文字了，而是看到什么就被动接收什么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完一个视频，再告诉别人时，总感觉内容都在大脑里，可就是很难流畅地表达出来。由于复述文字，大脑调用了当初加工文字信息的记录，但复述视频，大脑就要把图像转换成文字，明显要困难一些。如果宝子们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，可能会一键3连，然后帮到收藏夹吃灰。可是，如果所有问题用手机一搜就知道答案了，然后再收藏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记呢？所以，手机还有个弊端是，我们本应该存储在大脑的信息，现在被外包了。虽然看上去大脑减负了，但由于大脑的可塑性，经常刷屏，它适应精力分散的能力会提高。同样的，很少去记忆，那记忆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。传播学领域的大佬麦克卢汉提到，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，同时也在影响思考的过程。而如果过度依赖媒体，人们或许会失去思考的能力。所以，当熄灭屏幕后，我们看到黑镜里的自己，会思考些什么呢？最后再啰嗦2句，今天其实是想跟宝子们聊聊，在社会的软性规训下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省，失去了自由，也失去了自我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可能就是在1年与下1年交替的空档期，短暂的喘口气，然后又继续重复上1年的生活。不过现在大家应该意识到了，我们不是一台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工作机器，而是一个复杂而深邃的生命体，有太多超脱于世俗符号之上的意义和价值，等着我们去发现和追寻。或许这才是2025年正确的打开方式，也是换一种活法的打开方式。